千岛湖位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境内，这是一片因西安江水电站蓄水而形成的大型人工湖，却仿佛大自然早已预备的奇迹，巧妙地将人工与天然完美融合。它宛如一颗镶嵌在群山之间的璀璨明珠，闪烁着蓝绿色的光芒，吸引着无数旅人前来探寻它的奥秘。在这里，1078座岛屿如翠羽散落，它们或大或小，形态各异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棋局，每一座岛屿都有其独特的风景与故事。乘一叶扁舟，穿梭于岛屿之间，你会感受到船行碧波上，人在画中游的绝妙意境。湖面开阔时，水天一色，云影徘徊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在这一刻的宁静与和谐之中。登上其中任一座岛屿，无论是梅峰关岛的全景视角，还是猴岛上的灵动声趣，亦或是龙山岛上的古迹探幽，每一步都踏着历史与自然的节奏，让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也能深深体会到文化的厚重与自然的馈赠。尤其是梅峰揽胜，从高处俯瞰，千岛竞秀，万顷碧波，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与美感。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一同遨游被称为天下第一秀水的千岛湖，感受那碧水蓝天间的诗画仙境。要说到千岛湖的地形地貌，就不得不提它的成因。这一带原本属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，西安江大坝的建设使得上游的溪流、山谷被水淹没，形成了众多的岛屿。这些岛屿其实是原来山峰的顶点，它们在水中挺立，形态各异，数量惊人，共计1078座，故得名千岛湖。在地质学上，千岛湖区域属于华夏地块的东南边缘，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构造运动，从古生代到新生代，板块碰撞、挤压，形成了复杂的地质结构。这里的岩石主要由花岗岩、石灰岩以及少量的变质岩组成，这些岩石经过长期的风化侵蚀，加之水力作用，塑造了岛屿多样的形态和岸边曲折的湖岸线。漫步湖边或是乘船游览，你会发现在这碧波万顷之中，岛屿或大或小，或连绵或独立，每一座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。一些岛屿上还保留着古老的地质遗迹，如溶洞、喀斯特地貌，它们默默讲述着地球漫长岁月的故事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千岛湖所在的区域，由于历史上多次海平面的升降以及河流的不断冲刷与沉积，形成了丰富的沉积岩层。这些岩层记录了古环境变迁的信息，成为了地质学家研究古气候、古地理的重要窗口。说起千岛湖的水文特征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碧绿如镜的湖面。整个湖泊面积达573平方公里，蓄水量相当于3000多个西湖，平均水深34米，最深处可达到100余米。这样的规模与深度，为维持稳定的水体环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千岛湖所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四季分明，雨量充沛，春季温暖湿润，夏季炎热多雨，秋季凉爽干燥，冬季则温和少雪。这样的气候条件使得千岛湖的水源补给充足，尤其是在雨季，上游的西安江及周边众多小溪流汇入，使得湖水位波动较大，但大坝的调节作用保证了水位的相对稳定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千岛湖的水清澈见底，水质纯净，常年保持国家1类饮用水标准，被誉为1级水体。这里水体透明度高，可达7米以上，湖水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无污染、低硬度，是真正的绿色水体。这样的水质得益于良好的生态保护措施和周边森林的自然过滤功能，以及有效的流域管理。湖中的水下古城更是增添了千岛湖一抹神秘的色彩。沉睡于水下的古城遗址，讲述着历史的沧桑巨变，引人遐想连篇。此外，千岛湖的生态环保工作也堪称典范，它不仅是一处旅游胜地，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，众多珍稀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，构建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。千岛湖分中心湖区、东南湖区、西北湖区、西南湖区、东北湖区和石林景区6个主要游区，其中中心湖区和东南湖区是景色最美、游客最多的主要湖区。千岛湖中心湖区宛如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卷，缓缓展开在浙江大地之上。这里是整个千岛湖景区中最负盛名的一片区域，以其岛屿众多、形态各异而著称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盘棋局，每一座岛屿都是独一无二的棋子。提及中心湖区，不得不提梅峰岛，它被誉为千岛湖登高揽胜的最佳处，被称为千岛湖的珠穆朗玛，是观赏千岛湖群岛风光的最佳地点，是不容错过的不上梅峰关群岛。
不识千岛真面目的绝妙体验。乘缆车缓缓上升，脚下是碧波万顷，头顶是蔚蓝天空，沿途风景如电影画面般徐徐展开。登顶一刻，300余座岛屿尽收眼底，宛如一颗颗绿色的珍珠镶嵌在清澈的湖面上，美不胜收。云雾缭绕间，仿佛置身于仙境，那一刻，所有的烦恼都随风而去，只留下心灵的震撼与宁静。站在眉峰顶上，放眼望去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，大小岛屿星罗棋布，犹如千帆竞发，蔚为壮观。在这里，您可以深刻体会到一览众山小的意境，让心灵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翱翔。眉峰岛不仅仅是一处观赏之地，它还是一本活生生的自然教科书。岛上的生态保持得极为完好，茂密的森林、清澈的溪流、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，共同构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。龙山岛则是一座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的岛屿，这里自古被视为淳安钟灵毓秀、人文荟萃的象征。踏上龙山岛的那一刻，您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，回到了那个文人墨客竞相吟咏的时代。沿着青石铺就的小径，两旁古木参天，仿佛是历史的守护者，引领我们走向岛上的灵魂所在——海瑞祠。这座为纪念明代清官海瑞所建的祠堂，不仅工艺精湛，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，让人在参观中不禁思考，那份廉政与正直的精神如何在当今社会中传承与发扬。步入海瑞祠，一尊海瑞塑像威严而立，眼中透露出坚定与清明。四周的壁画与碑刻记录着海瑞生平的廉洁事迹，每一笔每一画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勤政爱民的故事。在这里，您不仅能感受到古代士大夫的风骨，更能体会到一种跨越时代的道德力量。当然，龙山岛的魅力远不止于此。环岛而行，您会发现更多让人心旷神怡的景致。登上岛顶的观景台，放眼望去，千岛湖的美景尽收眼底，湖光山色交相辉映，美不胜收。在这片浩渺的水域之上，月光岛如同一颗被星辰点缀的宝石，静静地散发着它独有的魅力与浪漫，等待着每一个向往宁静与美好的灵魂。随着小船缓缓靠近，月光岛的轮廓渐渐清晰，岛上银白的月光与柔和的灯光交织，仿佛为大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。踏上岛屿的瞬间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与水汽，令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，沉浸在这份宁静与和谐之中。月光岛实则由5座小岛通过浮桥巧妙相连，每座小岛都承载着不同的主题与故事，是千岛湖具浪漫气息和人气人文底蕴的景区。月光岛上传说中的心形锁链，见证了无数情侣的誓言与承诺。东南湖区宛如一幅精心布置的山水画卷，缓缓展开在我们眼前。相较于中心湖区的名声在外，这里更多了一份隐士的幽静和探索的乐趣。其中黄山间是不可忽视的明珠，这里是欣赏千岛湖全景的不二之选。站立峰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360度的湖光山色，岛屿如点点繁星散落于波光粼粼的湖面上，美得令人心醉。日出时分，金色的阳光铺洒在每一寸水面，晚霞映照，则是另一番温柔景象。登临其上，你将领略到天下为公4字天然排布于众多岛屿间的奇景，那是大自然不经意间雕琢的杰作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黄山间不仅是视觉的享受，更是心灵的震撼。站在这里，您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景。若逢清晨或雨后，黄山间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云雾缭绕，时隐时现的岛屿如同仙境中的蓬莱，让人恍若置身于一幅流动的水墨画中。阳光透过云层，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，光影交错，美不胜收。在东南湖区，不仅自然景观令人沉醉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样引人入胜。天池岛，一个集自然风光与人文遗迹于一体的独特存在。岛上的石池、古寺庙和南宋彩石遗址，无一不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，让人在游历中感受到时间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。天池岛顾名思义，因岛上那片宛如明镜般的天池而得名。不同于千岛湖其他岛屿，这里的天池是由古采石场积水而成，岁月悠悠，它静静地躺在群山环抱之中，像是一位守护古老秘密的智者。漫步池边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您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在水面轻轻荡漾开去。攀登至岛上的观景台，您将获得一份视觉上的盛宴。站在这高处，不仅天池的全貌尽收眼底，还能远眺千岛湖的浩渺烟波。那星星点点的岛屿，就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蓝色的绸缎上，美得让人窒息。
当我们的叙述之舟缓缓驶向旅程的边际，千岛湖的碧波轻抚着每一缕思绪，仿佛在耳边低吟着一曲依依惜别的旋律。这是一片由千百座翠岛点缀的水天画卷，每一座岛屿都承载着自然界的微妙絮语，每一圈涟漪都在轻声诉说那些转瞬即逝却足以触动心灵的宁静瞬间。千岛湖，一处仿佛自天地初开便精心布置的仙境，它让时光的脚步变得柔和而悠长。在这里，时间不再是匆匆的行者，而是化作了一支细腻的画笔，于广阔水域与苍翠岛屿之间勾勒出一幅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。岛屿星罗棋布，仿若点点青螺散落于明镜之上，它们讲述的是自然与水体巧妙融合的故事，是静谧与生动并存的诗篇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、转发。这里是世界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